练过剑的都知道，万剑归宗是最让剑修崩溃的招式。只要有高手用过这个绝招，就会将方圆百里的飞剑全部召唤走。然而一柄普通飞剑的价值，就能让底层剑修背上巨斩。因此每次万剑归宗在江湖上出现，都会让无数剑修破产。我刚刚掏空积蓄买了一把下品飞剑，还没来得及装逼就被召走，我整个人呆在了那里。飞剑，我的飞剑！我的剑不是第一把，也不是最后一把。很快有村民发现了异常，仙剑，好多的仙剑！所有人都抬头看天上。飞剑的声音不绝于耳，我眼尖，在其中看到了刚才掌柜的给我开价的几道熟悉身影：100万、130万、55万、30万，最便宜的30万中品灵石的那一把飞得最快。所有人都看不起你，可偏偏你最争气。清冷浩荡的声音在远方的天空空洞回荡：万剑归宗。我这才意识到发生了什么。天杀的剑修，出门不带剑，也好意思用万剑归宗？你不带就不带，干嘛拐我家子涵啊？一想到这把飞剑背后的日日夜夜和3万灵石的黑心贷款，我眼睛都红了。满心悲愤之下，在顾不上维持风度，运起神行术就想去追。我发誓，自从修仙以来，还从没将神行术催动到这么快。真气疯狂燃烧，却全比不上失去飞剑的痛苦。破防了，我真的破防了。修仙，这修的是个锤子仙！为了赚钱身兼数职，攒了8年身家，一朝清零，还只够买一柄不入流的残次品。毁灭吧！这破仙我是一点都不想再修了，追上去打得过就打，打不过就重开。反正没了飞剑，回头去天元魔穴也大抵是一死，倒不如跟这剑仙拼个玉石俱焚。只是那声音听着近，追起来远。我追了许久，才陆续看到一些影子，碎了，全碎了。我小心地走在满地碎剑中，生怕扎穿脚心。100万、130万、55万、30万，那几道身影又出现了，其中就属最便宜的那把碎得最均匀。我掐起剑诀，试图唤起羁绊。子涵，谁看见我家子涵了？一片碎片声中，一柄黝黑长剑颤颤悠悠从地上飘起，响应召唤。此时一步一掉血，飞到我手中的时候，终于绷不住原地碎成了8段。剑身上的灵光彻底隐去，神魂中最后的沉寂宣告了死刑。悬着的心终于死，我双眼赤红的举目望去，是要找到罪魁祸首。在飞剑最密集的中心，我看到了一个白衣飘飘的身影，对方脸上带着面白纱，闭着眼睛，双手枕在脑后，安详地躺在地上，像是在等待杨过宠幸的小龙女。可惜我不是真治病，眼下我只想讨个公道。该死的剑修，死了最好，没死的话，我送你再死一遍。我手里拎起一把地上随便捡的残剑，架在他脖子上时，对方忽而睁开了眼，灵童似星，秋波流转。他瞥了眼脖子上的剑，你是拜魔宗弟子？我摇头。那就是妖门子女。我摇头。那我是这把剑的主人，你抢我剑了！剑修抿了抿唇，强调是剑。那你还我原来的剑。你剑死了。你才剑死了。我的剑确实第一时间就死了，要不我也不会动用万剑归宗。还我剑！已经还你手上了。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幽默？感受到脖子上的冰冷压力，此时气息虚弱的女剑修理智认怂。我可以赔。赔？拿什么赔？你知不知道我为了这把剑努力了多少个日日夜夜？你知不知道我为了这把剑甚至一度走在下海的边缘？你知不知道？可以赔多点。我和他是有感情的。你想要赔多少？100亿上品灵石！我脱口而出，我知道这很可能是自己修仙生涯中离飞黄腾达最近的一次。经常看穷逼作者写的副歌，像拿着金锄头下地的皇帝，这错我绝不能犯。万剑归宗唯有上9界的天才才会，他一定很有钱。女子好看的眼里透着茫然，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？数字确实有点大，我退而求其次，10亿不能再少了，杀了我就现在！如同天鹅似的优美脖梗主动往破铁片上送了送。女剑修闭着眼，一脸大无畏的赴死模样。我下意识收了收力，那你说能赔多少？100万上品灵石。对方又睁开眼，严肃看着我，不能再多了。我霎时将破铁片分离扔向远处，成交。说罢伸出手去，钱呢？砍少了。春雪痛苦地闭上双眼，摆烂道：在我储物戒指里。我低下身打算去翻，却被提前堵住。我不希望我的戒指别人捡到就能用，没我的真气打不开的。我蹙眉，那你的真气呢？春雪一动不动，不是瞎子应该都能看出来。我现在连动都动不了，所以你先带我走吧。他有点怕更多的债主找上门。我老实不客气的一把捞起女剑修背在背上，受害的肯定不止我一个，但现在他是我的，谁都不许碰。你就打算这么跑？女剑修在背上好奇地问，会不会有点原始？不然呢？起码用点法术，比如御剑飞行。我冷笑，御剑飞行也行。女剑修点了点头。我剑死了，你选的吗？偶像。女剑修撤回了一个话题，并且缩起了脑袋。你刚才在和谁打了？能够当万剑归宗的对手，想必也不一般。问及这个，背在身后的春雪顿时眉飞色舞。偶遇域外天魔，拼尽全力，侥幸胜之。我一愣，梗上心头，并非全力。春雪一惊，并非。我带回一个女人的消息，不一会就传遍了整个山门。相熟的师兄师姐们全都挤在小院门口，笑嘻嘻的看热闹。阿坚啊，什么时候喝你的喜酒啊？就是啊，你也老大不小了，修仙嘛也修不成，不如早点找个老婆生几个大胖小子得了。可别等回头老来忘干空流泪了，这世道也不安全。我黑着脸关上木门，一回头就看见他躺在摇椅上，端着眼看我。
看什么看？还钱了！我端着小凳子坐到他旁边，伸手就去扒拉他的手。戒指呢？我拿着，免得你跑了。他深以为然，点点头，眼神瞥向自己小腹。诺，那里呢？自己掏，顺带挠挠，合着挠痒才是主要目的是吧？我翻了个白眼，给他好一顿收拾。结果这货一脸惬意，跟被撸舒服了的猫似的。行，被他爽到了。戒指拿到手，我用灵气探了探，果然跟他说的一样，根本打不开。你什么时候能恢复灵气？我满脑子都是我的100万上品灵石，有了钱，我直接鸟枪换炮。他晃着摇椅，一脸无所谓，不知道啊，可能明天，可能几百年。我脸瞬间黑了。之前的场面你也看到了，对手很厉害，他丢了命，我丢了全部修为啊。他一脸无辜，你要是能帮我找来恢复伤势的东西，我说不定很快就能还你钱了。说说看，什么东西？凤血琼脂、天玄冰髓、灵元果、九转还魂草。先这些吧，我一个都没听过，又不能漏气，板着脸起身。突然想起来有点事，我先出去一趟。你干嘛？债主的事，少打听。我转头就去找了管灵草原的麻师姐，整个宗门就她最懂这些天台地宝。找到师姐的时候，她正给灵草修叶子，我喊了一声麻师姐，跟你打听点事。师姐回头瞪我一眼，说师姐听过凤血琼脂、天玄冰髓、灵元果、九转还魂草吗？师姐念了一遍，猛地站起来，林师弟你忽悠谁呢？前面3个我听都没听过，就九转还魂草知道点。这玩意远在中天神州，100年只出一株，有人出价1亿上品灵石都难求一株，跟咱们有什么关系？1个亿，我脑子嗡嗡的，我想赚他100万，他先想坑我1个亿的天才地宝，脸呢？我怒气冲冲地冲回小院，居高临下瞪着他，骗子！他睁开眼，一脸茫然，什么骗子？我只要你还100万，你却想吃我1个亿？他也满脸震惊，什么1个亿吗？这可怎么办啊？这话该我问你，那我恢复不了修为了。他一脸黯淡，那你还是去死吧！我直接掏出了匕首，等他瞬间坐起来，眼睛一转，我有个点子，我用别的方式还债好不好吗？我面无表情转着匕首，说我给你教更好的术法抵债，行不行？他眼睛亮晶晶的，跟星星似的。我心里一动，这种级别的剑仙教的术法绝对不一般，你先教教看。他暗地里咬了咬牙，板起脸，知道神行术的上位替代是什么吗？缩地成寸。我脱口而出，没错，我就教你这个。他先教我定心观想，锁定目标，我按着步骤来，轻轻松松就做到了。结果第2步让我感知空间节点，我直接懵了。什么是空间节点？他愣了半天，张嘴又闭嘴，最后痛苦的闭上眼，大意了。他根本没法给我解释，对他来说跟1+1等于2一样的常识，我完全没概念。那100万，我眼神不善地盯着他，他瞬间伸手扶我起来，我还能教。他换了思路，让我把神行术的秘籍拿给他看看。我转头就从房里抱出了1尺厚的秘籍，他看着那本比他脸还大的书，人都傻了。这是神行术的秘籍，这就是你家神行术这么厚？哎，今天你就见到了，这基础术法被无数前辈补全，不同体质、不同灵根的修炼方式、优化技巧、注意事项，全写得明明白白，厚得离谱。他抱着秘籍看了一下午，等我练完剑回来，他突然眼睛一亮，哎，我有个点子，等我练完1000次剑，吐纳完睡着，正睡得香，被人一把摇醒，睡什么睡？起来练功。我迷迷糊糊睁眼，就看见他兴奋到发亮的眼睛，姐，明天再练吧，好困。你这个年纪是怎么睡得着的？飞剑有钱买吗？术法练会了吗？钱赚够了吗？何时才能登仙？别念了，别念了，师傅。我捂着耳朵蹦起来，练，现在就练。练什么啊，师傅？战斗行军。他眼睛亮晶晶的，这个术法最适合你，你肯定学得会。什么是战斗行军？就是可以一边保持神行术状态，一边做其他动作，一边跑一边吃饭，一边跑一边喝水，甚至一边跑一边御剑。我一个机灵，瞬间清醒了。卧槽，神技啊！从持续施法变脱手施法，这是史诗级加强。进了天渊魔系，打不过我还能跑，只要比队友跑得快，我就能活，对吧？对吧？他得意的眉毛都飞起来了。我问你，神行术施法步骤有几步？4步。我倒背如流。首先凝神聚气，引导真气流转全身，内外合一，而后借势力导，将风向地势化作速度潜力，紧跟着勾勒符文，真气与天地灵气相融，身化微风，最后神隐无踪，足不沾尘。没错，我要教你的就是在第3步上加一点点细节。他让我拿玉石过来，要给我画符文。等我看清玉石里那团跟乱线团似的复杂符文，我两眼一黑。你管这叫一点点细节？这不简单，这也叫简单。我捏着玉石，手都在抖。我平时用的神行术符文是平面简笔画，这玩意直接是3维立体复合结构，难度翻了10几倍，但这可是能救命的神技。我咬咬牙，拿起玉石开始练。天边泛起晨光的时候，我已经练了1整夜。我洗漱完，看着床上刚醒的他，提了提裤子，你的表现还行，报酬放在桌上，我要去参加早课了，很快就回来，没事别出门哦。他猛猛地点了点头。我转身出了门，等他醒透了，走到圆桌前，拿起了桌上的字条，以4年7月念8日，我林间习得春雪剑仙一术法，战斗行军，以此抵扣欠债99万枚上品灵石，望春雪剑仙再接再厉，早日还清欠账，迎接自由人生。落款人林间。他先是一乐，念叨着还账了还账了，一个术法挣99万，剩下的1万还不简单。珍而重之地把字条折好塞进腰带，下一秒才反应过来，习得。他不信邪，拿起桌上的玉石，意念探了进去，一块接一块。他看着玉石里的符文，从最开始连一半都没完成，到后面进步神速，线性递增。等他拿起最后一块玉石，意念探进去的瞬间，阴唇微张，整个人正在原地。成了，玉石里的符文缓缓旋转，四面八方的细节和他示范的那枚丝毫不差，完美无瑕，竟然比我还快，只用了1夜的时间。他很快摇头，不是1夜。桌上的玉石全是次品中的次品，一块最多只能练3、5次就会裂开，而眼前的桌上1、2、3、4、5，一共12枚玉石，是不是也就意味着这小子一晚上最多不过练习了50、60余次？巨灵广场周遭是一片云起雾深的
禁止。我到的时候，宗门的师兄弟们早已分散落位，早课时间宝贵，180号人挤在聚灵广场上，没人出声喧哗，只专心运转功法吐纳。周遭同门有的握下品灵石，有的握中品，更有甚者直接攥着上品灵石辅助修炼。而我背上还压着3万的铸剑带，别说上品灵石，就连下品的，我也只在刚入门时尝鲜用过2次。我闭上眼，运转正阳宗心法，沉心修炼，直到感受到一丝灵气彻底化作自身真气，才稍稍抚平了昨天为买飞剑耽误修炼的负罪感。2个时辰转瞬即逝，周遭灵气骤降，早课结束。我刚睁开眼，3万贷款的压力和天渊魔系的阴影就扑面而来。好在还有那100万上品灵石的盼头撑着。我拍了拍衣服起身，正乐滋滋的打算回小院看剑仙，一抬眼就被人堵了个正着，是白师弟。娃娃脸上满是阴郁，直勾勾的盯着我。林师兄，既然你已决意回归凡尘，明日起，请您不要再来广场上修行了。广场灵气有限，2月后就是4宗大比，为了大家着想，还请林师兄让位，别再打扰师兄弟们修行。他话音刚落，远处就响起一片附和声，周遭所有目光都聚在我身上。我眼睑轻垂，只淡淡甩了句啊，对对对。说完，直接拨开面前的白师弟，头也不回的往外走，留下一群人在原地面面相觑。刚走出广场，一道声音叫住了我：“尖儿，是师傅。”他把我带到静室，落座后就笑着问：“尖儿，飞剑买好了吗？”我憋了半天，只能半真半假的回：“没，好的飞剑太贵了，买不起。”师傅愣了愣，又问：“你可曾还记得当初拜师时，为何选择了剑修这条路？”记得，那时你只道御剑成风去，除魔天地间，正是因为你的这份心气，我才把你带了回来。现在我再问你，此志可改？我语气一顿，字字清晰，未曾。师傅抚须长笑，可下一秒话锋就沉了下来。可是尖儿啊，你可曾想过，自己可能并没有太多这方面的天赋？我扯了扯嘴角，师傅你可以不用这么委婉，那我就直说了。师傅长叹一口气，尖儿，换个方向吧，像你那些师兄们一样，学门手艺，给宗门做点贡献，也给自己找条出路。他细数着师兄们的风光，劝我选丹、气、直镇里的一条路走。见我沉默不语，又抛出了另一个法子，再或者合欢宗的红霞仙子看上你了，只要你点头，立马就能做他的双修道侣。到时候要什么飞剑、功法没有？我脑门瞬间冒出问号。红霞仙子好像比弟子大了300余岁，师傅急了，女大3，抱金砖，女大300，诵金丹，年龄对修仙者算什么？可师傅你确定不是让我去当人家的炉鼎？你有那个资质？师傅斜瞥我一眼，用你当炉鼎，人家还怕修为退回金丹吗？弟子实在志不在此，那就在丹、气、直镇里面选一个。师傅眉头一皱，直接撂了底。如果你还要坚持修剑，那为师只能送你去镇守天渊魔系了。天渊魔系九死一生，我咬着唇齿，低声妥协。弟子会去试试。师傅这才松了神色，又变回了那副慈眉善目的模样。我离开后，静室里又现身一人，嗤笑着问师傅，为何不把长老们要逐我出师门的打算告诉我？师傅面无表情，再不成器也是我的弟子。他不是不知道我这些年的努力，只是修仙界从来只看结果，没天赋，没资源，光靠努力根本走不通剑修这条路。宗门不是慈善堂，不能给宗门带来收益，就只能被放弃。赶走来人，师傅独坐静室，眼神黯淡。大事如此，他一介金丹修士也无力改变。而离开静室的我，压根没把这点风霜放在心上。8年修仙，我早就学会了能苟一天是一天。本来还以为下一秒就要被扔去天渊魔系，现在好歹还有的选。我满心都是回小院看我的100万。刚进院门，就看到春雪杵在院子里看天发呆，一身白裙衬得她仙气飘飘。我实在搞不懂宗门的人怎么会把她当成凡人。看什么呢？我笑着问。她猛地回头，眼睛弯弯的。你回来了。我想了个计划，我随手甩给她50枚下品灵石，命你50。说吧。她看着手里的灵石，肉眼可见的开心起来，一拍手道：从现在开始，我要一步步将你培养成世界上第2伟大的剑仙。我瞬间来了精神，来了，属于我的外挂终于来了。你现在是炼气期，境界才是王道。第一要务是完成筑基，对，但你靠自己吸灵气的速度太慢，所以我们首先要改变你的灵根。我脸上的笑瞬间僵住。灵根造化丹，听过没？听过，就是这个。我抱着最后一丝希望问，你有？他摇摇头，没有。你有原材料？他又摇头，没有。那你有钱买原材料？他茫然又迟疑的摇了头，没有。我一拍掌，巧了吗？不是，我也没有。有钱我早让大师兄帮我练了。咱们现在的关键问题就是没钱。我把灵石又塞回兜里，拍了拍他的肩膀，很有积极性。你又还了50枚下品灵石了，加油！说完转身就走。他急忙问，你要去哪？债主的事少打听，我要去修我的飞剑。找到3师兄的时候，他正抱着没6人头雕刻。我也不废话，直接把包裹一抖，紫寒的碎片撒了满桌。修好它多少钱？3师兄看着碎成渣的飞剑，先是一愣，随即拿起法宝仔细看了半天，猛地放下东西，一脸严肃地看着我，你上哪捡的垃圾？这是飞剑。我咬着牙反驳，曾经是垃圾飞剑的垃圾，扔了吧，这垃圾不太好分类。我耐着性子问，万一，我是说万一，想把这堆垃圾还原成飞剑，有没有可能？50万。3师兄头都不抬，碎片里有魔性，根除就要大功夫，剑身和法阵全碎了，要重新刻印锻打，扔了吧，新买一把都比他强。我面无表情地收拾好碎片，转身就走。修不起，那就只能先挣钱。我转头就扎进了大师兄的炼丹房，当了一天导药童子，最后拿到了300下品灵石的报酬。日落时分，我拖着一身疲惫回到小院，一直在院子里逗蚂蚁的春雪瞬间眼睛一亮，迎了上来，你终于回来了，忙了一天辛苦了吧？今天挣了多少？我莫名有种下班回家被妻子迎接的错觉，叹了口气，300下品灵石，这么少啊？他一脸震惊。我低着头，语气里满是无力。没办法，我也只能挣这么点钱，这么少就不做了呗。不做怎么行？下个月的剑贷还没着落呢，咱还有贷款，难道我没和你说吗？为了买那把飞剑，我借了3万9出13归的贷款，3个月就要还完，压力很大的。看他一脸茫然，
我又解释，9出就是名义借3万，实际只给2万7，13归就是3个月要还3万9，光利息就1万2。春雪瞬间瞪大了眼，这不是抢钱吗？咱不还了，不还就上黑名单，禁止交易，查封财产，宗门会把我逐出师门，还要赔培养费，最后赔不起就会被抓去天元魔系用命还债。我一个练气期去了就是死。我垂头丧气的叹了口气，当时不买那把飞剑就好了。半夜从床上惊醒的春雪狠狠扇了自己一巴掌，我 TM 真该死啊！春雪不需要睡觉，但可以享受睡觉。她醒了没再睡，贴着木窗戳了个小洞，偷摸看我在院里练术法。我在摆满水桶桌椅的小院里辗转腾挪，一遍遍打磨符文施法的连贯度。毕竟只有把施法速度压到1息之内，才有实战价值。这术法我昨天才刚学会，不熬通宵死练，根本追不上那些天赋碾压我的同门。他在屋里看傻了，在他眼里，我本就是个普通修士，可我只用1天就把这术法练到了10息内能出手的地步，速度还在不断压缩。他都睡了一整觉醒过来，我还在连轴练，估摸着都在琢磨我是不是不会累。我收工推门进屋，正撞见他扒在窗边，保持着偷窥的姿势没回过神。吵醒春雪大人了吗？他立马挺直腰板，双手掐腰。你不是说这术法很难吗？嘴上喊难，背地里练这么快，消遣本大人是吧？其心可诛，这还难？我打了个哈欠，伸着懒腰往床榻走。之前的术法最多练1晚，这个都练2天了还没法顺发，后面还得熬几晚，都耽误我睡觉了。我先休息了。春雪大人自便。说完我就上榻打坐。刚才练术法耗干了真气，必须趁亏空时补满，不然真气上限会掉，还耽误第2天聚灵阵的修炼时间。我早就练会了半梦半醒间吐纳的本事，没一会儿就沉沉睡了过去。第2天一早，我用冷水拍了把脸，迎着山风往聚灵广场走。路上的同门见了我，全在窃窃私语，骂我入门8年还卡在练气期，占着资源拖累同门。还有人放话要全宗门孤立我。一个身形壮硕的体修师弟故意横着挡在我面前，摆明了要给我个教训。我背在身后的手默默掐起术法指诀，心里翻了个白眼。他刚开口喊了半句林师兄，我抬手就是一巴掌，清脆的响声直接给他干懵了。他反应过来，涨红着脸伸手就要抓我，可他那点速度，在我刚练熟的神行术面前，连我的衣角都碰不到。我身形一晃，反手又是一巴掌，左右给他凑了个对称。体修脸皮就是厚，手都给我打疼了。我甩了甩手，脚下一点，直接飘飞出去，直奔聚灵广场。心里暗爽，打完就跑真刺激。身后的同门全看傻了，谁都没反应过来，这个练了8年练气的废柴大师兄怎么突然有了这身手？被扇了2巴掌的朱旭泰捂着脸在原地跳脚喊着要孤立我。拐角处的白敬轩一脸错愕的吐出3个字：神行术。一整个早课没人敢再来找我麻烦。早课结束，憋了一早上疑问的白敬轩恭恭敬敬去问他师父天岩真人，师父，弟子想问有没有练气期修士也能在战斗中使用的快速移动术法。天岩真人直接摇头，轩儿，你怎么越练越回去了？练气期从来和战斗无关，这个境界能学的术法全和战斗没有半点关系。白敬轩不敢再问，低头告退。可他脑子里全是今早我那套操作，他从小被灌输的修仙界铁律在这一刻彻底裂开了。我分明在实战里把神行术用得炉火纯青。我回了小院，下午还要去帮大师兄捣药炼丹，正准备吃饱了就走，春雪一把拉住了我的衣角，你又要去哪？他眨巴着水灵灵的大眼睛，一脸委屈。我一个人在家很无聊哎，我本来不想带他，可架不住他软磨硬泡说要帮我打工还债，再加上大师兄最近接了大单，我一个人捣药确实忙不过来，最终还是松了口。去了别乱说话哦，包在我身上。他立马笑开了花。炼丹知识我也略懂1、2打，捣个药要什么炼丹知识？我翻了个白眼，带着他出了门。路上经过主殿广场，同门又开始嚼舌根，骂我占着茅坑不拉屎，8年练气还抢聚灵阵资源，连带着春雪也被他们嘲讽吐气。春雪当场就炸了，捏着拳头就冲他们对了回去，话里话外全是护着我的意思，连4宗大笔都搬了出来。我满脑门子汗，拽着他就跑，到了没人的地方才松开他，说得很好，下次别说了。他还不服气，攥着拳头跟我说，就算全宗门都不看好你，我也信你，你肯定能成为比他们所有人都厉害的修行者。我看着他眼里满是认真的信任，心里暖了一下，嘴上却不忘对他，那我可谢谢你哦，但欠我的100万灵石1分都不能少。他神色一僵，立马岔开话题催我快走。我也没拆穿他，心里门清，他连4宗大笔都门清，根本不是什么普通凡人。走过虹桥，我们到了千机峰的丹房，刚推开门，春雪就皱着眉爆出了屋里的药材名，连青玉叶年份不对都闻了出来，直接给大师兄整愣了。我赶紧把他拉到身后，编了个他家以前开药材铺的瞎话，才把憨厚的大师兄糊弄过去。大师兄忙得满头大汗，见我来了，直接把控火的位置让给了我，说师傅都跟他交代过，让他教我炼丹。我硬着头皮把手贴在丹炉的控温金壁上，试着用真气控温，可我一个金灵根对火的敏感度差到离谱，不是温度高了就是低了，一顿操作下来，如温跟坐过山车一样起起落落。温度高了重来，温度低了重来，你这是地火3旋变啊，重来。大师兄的脸越来越红，最后直接红温了，猛地切断地火，冲我灵魂拷问，谁派你来的？你有什么目的？你来这里是想干什么？我一脸无辜，炼丹啊。他咬着牙又开了闸门，让我继续练，自己则解了道袍出门冷静。临走前还撂下狠话，你就在这给我练，哪都不许跑，回来我要是没看到炉子炸，我先炸一个给你看看。门砰的一声关上了，春雪立马抱着药杵凑了过来，眉飞色舞的问我，兄弟信不信我？信，我现在一无所有，除了信他没别的
的办法，信我，咱们直接开练。我人都傻了，我连温都控不明白，你让我直接开练，你个金属性的，玩不明白火不是很正常？听我的，我怎么说你怎么做。我一咬牙，干了。捣药一天才300真炼出1炉丹，不得拿3000。春雪风风火火的往炉里下料，我看着他大把撒晶晶试粉，人都懵了。这分明是直接改了丹方，你们这丹方本来就有问题。他振振有词，一边下料一边给我喊指令，什么时候升温，什么时候降温，什么时候下料，什么时候结丹，语速快得像打机关枪。我手忙脚乱的跟着他的指令操作，脑子都快转不过来了。上一秒还在为控温头疼，下一秒已经走完了一整炉丹的炼制流程。就在他喊着稳住，别让他跳出来了的时候，我突然感觉到炉子里有东西在疯狂跳动，像是有了生命一般。下一秒，丹炉砰的一声炸了，炉盖像炮弹一样冲破屋顶，直冲天际，横梁瓦片稀里哗啦往下掉，我整个人被震得倒飞出去，撞在墙上，头晕眼花。刚推门进来的大师兄直接被一根木头砸中脑袋，愣在当场，看着一片狼藉的丹房，人都麻了。我赶紧从墙角爬起来，想跟他解释，师兄你听我解释。我不想听你的解释。我立马乖巧闭嘴。他太阳穴的青筋突突直跳，你还真不解释啊？我想帮师兄忙，你想炸炉子，我怕丹材太多，师兄忙不过来，你怕炉子炸不了，所以我想帮师兄先炼1炉丹，所以炸了个大的。我俩沉默相对，空气都快凝固了。我趁他不注意，手快的从成丹室里抓了2把东西，拽着春雪蹑手蹑脚就往外溜。刚出门，身后就传来轰的一声关门声，力度大到震得地面都颤。大师兄黑着脸走到屋顶破洞底下，抬头看了半天，连丹炉盖子的影子都没见着，心里还在吐槽，他还在飞。他咬着牙，伸手去清理炸得一片狼藉的丹炉，手指探入成丹室的瞬间，整个人猛地一怔。他掏出手来，掌心躺着一枚金色的丹药，正淡淡飘着药香，还真炼出来了。师傅，我也不知道师弟到底有没有天赋。真阳师傅眉头一挑，显然对这模棱两可的话满是疑惑。他炼成了。大师兄苦着张脸，但炉子炸了。师傅陷入沉默，大师兄又赶紧补了句，盖子飞了很远，我到现在还没找着。良久，师傅才开口问，炼了几颗？1颗。大师兄瓮声瓮气的回，说我知道分寸，没敢多下料，还把那颗丹混进了给纯阳剑宗的货里。师傅拍了拍他的肩膀，叮嘱纯阳剑宗是龙香州大宗，绝不能得罪，先赶工要紧，至于我的事，只能看二师妹和4师弟的态度。而此时的我正走在回小院的路上，一想到炸了师兄的丹炉，满心都是愧疚。走着走着，胸口咯得慌，我随手一掏，摸出了2颗圆滚滚的丹药，正是炸炉那会儿我手快从成丹室里顺出来的成品。看着掌心里金灿灿的5行金灵丹，我瞬间激动坏了。妈耶，我居然真的会炼丹了！我当即决定回丹房给师兄送1颗，好歹挽回点印象分，不然他把炸炉的事捅出去，我怕是要被直接扔去天渊魔系。哎，等等！春雪一把拉住我，咱们辛辛苦苦练出来的，你还要还回去？以后不想挣钱了？我瞥了他一眼，还是让他在原地等我，掐着神行术一溜烟跑回了丹房。结果不到片刻，我就哭丧着脸回来了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春雪一脸看好戏的模样。师兄不见我了。我垮着个脸，丹房门口老远就竖了个大牌子，明晃晃写着林间鱼狗不得入内。我的财神没了。不哭不哭。春雪拍着我的后背顺气，咱先嗑药试试呢。对，药。我瞬间回神，掏出那2枚灵品金灵丹，都是为了你们，老子吃。要怎么吃？找个没人的地方。春雪勾着唇，笑得一脸憋坏。我立马在山间找了个无人的安全角落，一脸严肃地把灵丹吞了下去。丹药刚入口，就化作一股浩荡纯粹的精气，像无数柄小剑组成的洪流，在我体内野蛮乱窜，疯了似的改造我的身体。锋锐的精液几乎要把我整个人撕裂，肉体和灵魂都像是被硬生生揉碎了重塑，疼得我只能蜷缩在石头上丝丝抽凉气。但这剧痛过后，是天翻地覆的变化。我对空气中的金属性灵气，体内的真气，从未有过这样清晰的认知，像是隔了半辈子的雾终于散了。我下意识手掐剑指，体内真气瞬间凝聚于指尖，一道剑气咻地激射而出，面前的巨石直接被劈出一道深不见底的裂口，裂纹顺着石头蜿蜒出去老远。我看着自己的手指，人都傻了，这就是天才眼中的世界吗？胆小鬼，我就敢想。春雪在一旁淡淡泼冷水，我猜你第2天就会被打死。我人懵了，只有1天哦。春雪摊了摊手，我就改了下丹方配比和手法，你不会觉得这点丹材就能彻底改变你的灵根吧？而且变回去的时候，你还要再疼1次，和刚才一样。我瞬间寒心了，1天的天才要挨2次疼，我扣着喉咙就想把药吐出来，吐不出来喽。春雪笑眯眯的弯腰蛊惑我，吃都吃了，不体验一下天才的生活吗？体验。我猛地直起身子，眼神坚定，苦都吃了，不能白吃。春雪又问，你在宗门受尽屈辱，今日突然潜龙升天，你打算去挨打？呜呼一声，身形轻快的顺着山间小道就冲了出去。大师兄是出手阔绰，但体修的师兄们给钱更爽快，他们却会动会反抗的陪练沙包，而我为了钱什么都肯干。以前我抗不住揍，赚一笔要躺半个月，现在不一样了，嗑了药的我肉身强度直接拉满，抗揍能力翻倍，只要赚了钱就能买丹材，让春雪帮我炼丹维持天才状态，永动机这不就成了？下一秒，我已经站在了地火洞窟里，这里是宗门体修的修炼宝地。看着围过来的肌肉大汉们，我昂首挺胸，直接放话，不要因为我是娇花而联系我，你们一起上吧。监师弟这时又缺钱了。俊朗雄壮的李师兄捏着拳头走过来，笑得一脸兴奋。放心吧，监师弟，我们会好好疼你的。最近刚研究了分金断灵手，你可千万要撑住啊！放心，我们会加钱。听到最后3个字，我心彻底定了，一把扯开道袍，冲他们勾了勾手指，你们过来呀！第一个上场的是跟我同是炼气期的
宋师弟。以往的对练里，同境界的体修向来碾压剑修，我撑不了几个回合就得被制服。可今天不一样了，我像条滑溜溜的泥鳅，在他手里钻来钻去。他拼尽全力抓了无数次，连我的衣角都碰不到。最后他体力耗尽，直接摆烂，喘着粗气喊：“不打了，不打了，累死我了。”他一脸自我怀疑，觉得自己是怠于训练，喊着要去加练，转身就从洞口的平台跳了下去，裹着山石一路滚下山。这是体修们朴实无华的练体方式。没等我回过神，排在后面的筑基期李师兄沙包大的拳头已经迎面砸了过来，我身体猛地一个后折翻身，单手撑地打了个旋就稳稳起身，动作流畅的连我自己都不敢信。哪怕是筑基期的体修，拳头砸在我身上，靠着强悍的肉身和之前体修师兄教我的土灵身咒术，也造不成致命伤害。我硬生生扛到他体力耗尽，脸上青了一块，依旧竖起一根食指。下一个，李师兄看着我，一脸怀疑人生，抓着头发痛苦嘶吼：“我连间师弟都打不过了，这我还活个屁啊！”跳了，咻的一声，又一位师兄奔赴山下练体道场。今天的我一改往日被抬着走的惨状，接连送走了10几个体修师兄，哪怕浑身是伤，依旧倔强的喊着下一个，直到长阿诺出手，我才终于被锤翻在地。他拎着一只沉甸甸的储物袋，随手扔在我面前，居高临下的说：“今天你表现不错，让我很满意。”说完就让人把我送回去。我模糊的双眼看着储物袋，满脸欣慰的笑了，拼尽最后一丝力气开口：“那我问你。”长阿诺耳朵一动，猛地趴到我耳边急吼：“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”可我已经眼前一黑，晕了过去，梦里全是零食的香气。他急得抓心挠肝，在我耳边疯狂喊：“那我问你，你倒是说话啊！你问啊，你问我啊！”而这一幕刚好被来洞窟的朱旭太撞见，他看着被抬走的我，拉着师兄一问，才知道我是来当陪练的，眼睛瞬间亮了。等我再次有知觉，已经被扔回了自家小院。春雪看着被扔进来的浑身是伤的我，瞬间反应过来，我所谓的挣钱，就是去给人当沙包挨揍。我迷迷糊糊睁开眼，看着他扑上的大眼睛，笑着说：“挣钱啊，以前抗不住，这次多抗了10多个，嘿嘿，赚翻了。就为了6000下品灵石，你把自己搞成全身上下没一块好皮。”春雪又气又无语，躺了没一会儿，他就戳了戳我：“还不起来修炼？丹田真气匮乏，再不修炼你要掉修为了。”修！我咬着牙就爬了起来。练气8年，我最舍不得的就是自己这点修为，绝不能眼睁睁看着它掉了。我艰难的盘膝坐好，开始周天吐纳。可一轮吐纳结束，我猛地睁开眼睛，人都傻了。我的修炼速度居然比之前慢了足足3成。本来我就练气8年没筑基，这下更是雪上加霜。咋了？春雪凑过来问。我的修炼速度变慢了。我语气里满是不敢置信。春雪却眼睛一亮，一脸欣喜。猜对了。我瞬间反应过来，因为灵根。对了，春雪笑着跟我说，不是灵根越纯粹，修炼速度就越快。我的金灵根是阳庚金，霸道刚烈，坚硬排外。灵根越纯粹，练气速度反而越慢。但胜在同阶无敌，越级单杀都不是问题。可极致的丹灵根不都是天才吗？我人都懵了，这跟我学了8年的知识完全相悖。有没有可能，天才都不会像你这么穷？春雪一句话给我干破防了。真正的天才，入门就有全宗门的资源砸下来，灵石丹药管够，修炼速度慢算什么？可我不行，我没钱没资源，这天赋还只有1天体验卡。我正崩溃着，突然反应过来，春雪这表情分明是早有准备。灵根造化丹，我瞬间冷静下来。你之前说的灵根造化丹，不是5行精灵丹，对不对？答对。春雪打了个响指，一脸畅快。我准备的造化丹，起码能让你的修行速度翻10倍，才不是你大师兄练的那些水货。翻10倍，我眼睛都瞪圆了，呼吸都急促起来。1天顶10天，1年顶10年，这直接起飞了。我说让你筑基，就是让你筑基。我现在把丹方写给你，你按我说的准备材料，咱们择日筑基。剑仙牛逼，可我接过丹方，刚燃起来的热血瞬间又被浇灭了。1枚丹药的材料就要500下品灵石，我今天挨揍赚的6000灵石，也就够买12枚的量，只够我用12天。12天能干什么？修仙是水磨功夫，没钱修个屁的仙！春雪直接开摆，转过身子，不关我事。我坐在原地，眼神瞬间发狠，大不了等伤好了再去找那些体修报金地。我手上还有1枚金灵丹，靠着这效力，绝对能狠狠赚一波。我现在已经是练气后期，距离筑基就差临门一脚，等筑基了，赚钱的机会只会更多。打定主意，我直接盘膝坐下，再次打坐入定。没背景没钱，我唯一能付出的只有努力，争分夺秒。时间在打坐中悄然流逝，终于将空荡荡的丹田再次填满真气的我缓缓睁开双眼，入目所及就是一张俏丽的预言。你刚才说的体修秘术是什么？这个土灵身。我运气之下，体表一层淡淡的金膜浮现，金光浮现的瞬间，我龇牙咧嘴，忍着全身密密麻麻的刺痛，心里暗骂：还是他娘的痛啊！春雪一眼就看穿了门道，这是土属性用的秘术。对啊，似乎还能用来炼体，他们体修是这么用的。我跟他解释，体修靠这招越打越强，可我用金属性真气驱动土灵身，不仅纯挨揍，自己的真气还会反过来戳自己，主打一个背负受敌，这样不对。春雪眼神一凝，咱们换个思路，与其内耗自己，不如外耗别人。他瞬间就推演好了新的行气路线，噔噔噔跑回屋拿了块玉石出来，让我照着练。我接过玉石一看，新路线不仅复杂了1倍不止，还加了条体外循环，光是看着都觉得疼。练了练了，春雪戳了戳我，看不出来的，疼哎！我猛地一缩，我还是个伤者，你能不能有点同情心啊？反正我不说你也要练，在这犹豫什么呢？相处这几天，他早把我摸透了，我从来都是在咬牙忍一忍和拼命练一练之间，悬咬着牙拼命，想修仙
先发疯，不顾一切向前冲，拼一次，先3代，拼命才能不失败。闭嘴，吵死了！我捏着玉石把路线记牢，体内真气一动，在浑身刺痛里冲他翻了个白眼，又咬牙喊了句：“再来！”一次又一次的行气，我体表的小金人从一闪一闪，逐渐变得稳定。终于，在一次完整的循环后，璀璨的金光在我体表成型。我第一次没感觉到真气激发的刺痛，抬手看着手背上那层吞吐着锋芒的金光薄膜，人都傻了。你打我一下，春雪翻了个白眼，我才不打！你这时候跟个贱人似的，谁打谁倒霉，不打就不打。我自己也能感知到这些金灵身的厉害，锋芒不再对着自己，反而成了实打实的反伤甲。打我等于打自己，就连维持的真气消耗都大幅缩减，续航直接拉满。唯一的缺点就是启动要熟悉时间，但这是我的问题，不是他的。得了新招式，我当场就把他加进了每日修炼套餐，开始了痛并快乐着的1000次剑术练习。清晨的巨灵广场一如既往，所有人都抓紧时间吐纳修炼，只有我顶着修炼速度30的 debuff 生无可恋。谁让金灵丹的天才 buff 还没过去？我第一次这么痛恨自己是个极致灵根的天才。直到钟鸣响起，灵气渐淡，大家才不舍得睁开眼。刚走出禁制，就被拦在我面前的朱旭泰吸引了目光。林师兄，我抬眼瞥他，心里纳闷，这家伙不是说要带头孤立我吗？怎么才2天就绷不住了？林师兄，我要和你切磋，没空。我绕开他就想走，有这功夫打灵宫赚灵石不香吗？我可以出钱。我脚步一顿，瞬间回头，目光火热，出多少？1000下品灵石。朱旭泰咬着牙报了价，笃定我拒绝不了。果然，我一口应下，没问题，去哪打？就在这。在诸位同门面前，朱旭泰板着脸，关于这场切磋，我有一个要求。您说，对金主爸爸，我的服务态度一向拉满，切磋中不许到处跑。上次他拦我，就是被我靠身法溜了，这次他笃定正面硬刚，我这个练气期剑修绝不是他体修的对手，这是自然。我一口答应。另外，如果你输了，得答应我一个要求。我挑眉，这是另外的价钱。你输了也得答应我一个要求。没问题。朱旭泰答应的比我还快。既然约定达成，那就在同门见证下切磋。如果你输了，林师兄，这巨灵广场您就别再来了。朱旭泰说这话时，只觉得自己是为民除害的英雄，浑身都在发光。行，我点点头。那如果你输了，我的要求是，请朱师弟以后在山门中活动时，都要一边蛙跳一边喊林间师兄真威武。小丑竟是我自己。朱旭泰瞬间眼神冒火，这主意也太损了。可装逼的欲望终究压过了谨慎，他咬牙断喝，别走，我答应你就是了。我笑嘻嘻的走到场中，随意站定，甚至还打了个哈欠。来吧，正好昨晚刚练成的金灵身，愁没地方施效果了。朱旭泰见我不跑，差点笑出声，脚下猛地一蹬，裹挟着爆裂真气的拳头当胸就砸了过来。拳锋临身的瞬间，我心念一动，金色剑气顷刻汇聚，同时点出一指。在外人看来，我是用胸膛硬接了他一拳，又反手一指戳了出去。可只有朱旭泰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他的拳头像是砸在了布满尖刺的钢板上，反震的力道瞬间席卷全身，紧接着极品仙灵根凝聚的剑气直接把他掀飞出去，像个破布袋似的狠狠砸在地上，一口鲜血当场喷了出来，全场死寂，所有人都看傻了。没人想到这场切磋居然是一招结束，还是朱旭泰被秒了。朱旭泰躺在地上，满眼都是恐惧。他终于反应过来，我之前的废柴模样全是装的。我提着装有1000下品灵石的储物袋，走到他面前笑了笑，谢谢惠顾，别忘了我们的约定哦。从此以后，正阳宗的山门里多了一只一边蛙跳一边喊着羞耻口号的青蛙。拿了钱，我转头就跑去找二师姐麻一红，想问问单方上的材料能不能给个内部员工价。师姐，二师姐，别叫！高高的灵草丛里跳出来个脑袋，嗓门尖锐的喊：没看到老娘正在忙吗？你小子这2天死哪去了？今天这不就来了吗？我笑嘻嘻的凑上去，先带着春雪爬上山里的梯田，帮师姐打理灵田。春雪看着漫山遍野的梯田，惊的嚯了一声，这么多啊！整个宗门吃的都在这了。我挥了挥手，一边给灵田补水施肥、查杀虫害，一边跟他解释，这整片田都是师姐一个人包下来的。以前她胆子小，说话声音也小，总被人欺负，索性一个人扛下了所有，既没人欺负，还能拿宗门补贴。春雪眼睛瞬间亮了，八卦兮兮的问：所以你和你师姐其实……对，我一脸肯定，我是她的外包工。春雪的热情瞬间褪去，满脸无语。干到日头西斜，我的真气快要枯竭时，熟悉的撕裂感猛地席卷全身。金灵丹的药效到了，绝顶的仙品金灵根从体内抽离，体质再次被强行改写。本就带伤的我疼得浑身痉挛，像只煮熟的虾米似的躺在地上，死死咬着牙不吭一声。春雪站在一旁，眼神里满是怜惜，却又无能为力。她看着我这副模样，心里忽然懂了，下九界的修士从不是什么原始野蛮的存在，他们像野草一样，狡黠又坚韧，拼了命的在这片土地上扎根生长。他喜欢这种原始的生命力。等我缓过来，咬牙把剩下的灵田打理完，师姐不知什么时候溜达了过来，随手扔了个储物袋给我，这是这个月的灵田补贴，5000灵石都给你了。我一脸惊讶，怎么全给我了？以前不是一人一半吗？我说给你就给你了，哪来那么多废话？爱要不要？不要我拿去喂狗，喂我喂我。我赶紧把袋子藏好，又踌躇着开口：师姐，我就是想问问能不能在你这里买些丹材。丹材？师姐眼睛一亮，小尖子长本事了，说要什么要多少。我报上了单方上的材料用量，可这点小生意，师姐根本看不上，当场就炸了毛。我赶紧祭出对师姐的独门杀招，仰着小脸，眼里闪着星星喊：师姐！师姐瞬间没了脾气，无奈地点了点我的眉心，扔给我一本厚厚的秘籍。行行行，谁让你小子生得好看，拿着自己种，种子田地我帮你准备，先回去好好研究怎么种吧。我低头一看，封面上写着百草种植与护理大全。回到小院，我挑灯夜读，
很快就把3种单材的种植流程摸透了。唯一的问题是，灵芝的产出率全看种植者的真气细致控制力。我看向春雪，把写好的抵债纸条推了过去。关于真气的细致控制力，你有什么头绪吗？你的精灵参很好用，这是你的报酬。春雪眼神大亮，一把抓过纸条，上面写着用精灵参抵扣9000上品灵石的欠债。他瞬间就乐开了花，脑子里已经开始琢磨我还完债后跪地求饶的100种姿势。头绪有头绪。他回过神，立马拍着胸脯说：“我这里有一门专门锻炼真气的法门，叫细流凝丝劲，你有空可以练练。”从这之后，我的日子过得无比充实。早上在巨灵广场吐纳，下午去二师姐的种植园打理灵田，晚上就练剑、练控气法门。连春雪都看不下去我这拼命的架势，可我自己却乐在其中。直到这一天，一道律令突然在整个正阳宗上空炸响，无数门人踏出门外，仰头望天，天上一行金色大字，伴着通天彻地的传音响彻群山。正仪圣地有令，正阳、平顶、仙一、凌云4宗所属天渊魔系突生巨变，令正阳、仙一2宗即刻派遣精锐换防，不得有误。如若魔系失守，4宗满门净土。我正在灵田里照料即将成熟的丹材，猛地抬头看向天空，眼神微微出神。入宗8年，我听过无数次圣地令箭的传说，这还是第一次亲眼见到。天渊魔系，那是正阳宗弟子必须闯过的考验，只有从那里活着回来，才算得上真正的剑修。宗门大殿里早已乱作一团，长老们得知平顶宗损失惨重，魔系里的魔物尽数暴走，又听闻炎域魔主陨落，才引发了这场天渊动荡，一个个都面露惧色，没人敢接下镇守的重任。最终，我的师父真阳真人主动站了出来，要亲自带队前往天渊魔系。临走前，师父找到二师姐，问起了我的近况，得知我在学种灵芝，他放心的叹了口气，嘱咐师姐好好教我，等他回来还要喝我的出师酒。我和春雪并肩站在山巅，看着在满宗门修士的飞船从头顶缓缓飘过，最终化作天际的一道云烟。他们出发了，我语气里满是唏嘘，看起来你好像挺惋惜，其实我也想去。我轻声说，除魔卫道本就是我当初拜入仙门的初心，可我现在还没做好准备。我回转过头，不再看远去的飞船，眼神重新变得坚定。该收菜了，我种下的3种丹材终于到了收获的日子。二师姐特意腾出空来，站在田边看着，开口考我，那我问你，灵芝一共有几种基础的采摘方式？4种。我脱口而出，灵、玉、木、铁。师姐满意地点了点头。我有条不紊地开始采摘，这些日子练的细流凝丝劲派上了大用场，哪怕是最娇气的星辰瓣，我也用灵气完美采摘下来，妥善收进了玉器里，最终得产3年份灵元草30两，5年份青云草23两，新鲜的20年份星辰瓣15两，一颗灵石梅花，我就拿到了比倾尽身家采购还要多得多的丹材。师姐看着我，眼眶微微泛红，笑着说了句不错。师姐你怎么哭了？为你高兴的还是师姐最好，回头做出来好东西也给师姐尝尝。我抱着丹材，拉着春雪就往外跑，东西到手，不抓紧炼丹冲进天才行列，还等什么？师姐追出来喊你去哪啊？炼丹。我头也不回的摆了摆手。师姐看着我风风火火的背影，哭笑不得的擦了擦眼角，还真学会了点东西。大师兄的炉子炸得不亏，跑在路上，我心里泛起了嘀咕，扭头问春雪，还要去祸害大师兄的炉子吗？这次会炸吗？可喊了好几声，从圣地令箭响起后就一直发呆的春雪，才猛地回过神来，萌萌的眨了眨眼，在和我说话。这里还有别人吗？他点了点头，不知道。我叹了口气，上次炸了炉子，我到现在都没见过大师兄一面，这要再炸一次，他怕是要和我绝交。思来想去，我终于下定了决心，去外面租一个吧。宗门里面当然也有的租，甚至价格比外面还便宜一些，但宗门里租丹炉事事都要登记，毫无隐私可言。我心里门清，春雪给的丹方和炼制手法都是宗门里压根没有的珍品，一旦暴露，指不定要惹来多少麻烦。更何况我连炼丹师品级都没有，根本没资格租宗门的丹炉，反倒是外面的公共炼丹室，只认钱，从不窥探客人的隐秘，正合我意。我领着春雪直奔当初买飞剑的修士市集，这里规模大的堪比凡人城镇，街上人来人往，叫卖声此起彼伏，遇见而来的修士都得在市集外落地不行，是整个修仙界默认的规矩。春雪像个没见过世面的小姑娘，左顾右盼，眼睛都快不够用了。我特意放慢脚步，让她帮着看看有没有能捡漏的宝贝，结果她猛地拽住我的袖子，指着不远处手杖上的长蛇，眼睛发亮，买那个。我瞬间脑补出杀人越货的戏码，压低声音问，是什么极品灵兽吗？她流着口水，一脸真诚，那个好吃。我人都傻了，不是平时看你也不贪嘴啊。她歪了歪头，可能是你做的那些确实不好吃。我咬着牙骂了句赔钱货，气冲冲地拉着她直奔丹炉租赁处。什么捡漏，全是吃货的执念。刚踏入租赁地界，一股热浪就扑面而来。这里的丹炉分人火、地火、天火3个等级，对应大中小3个型号。我们刚到，就撞见个中年炼丹师被小厮的话术绕到崩溃，扇着自己嘴巴子被徒弟拉走了。春雪咽了口口水，硬着头皮走上前，指着中间那尊丹炉，我要这个。小厮满脸微笑，请具体说出您的需求，我就要它。它是什么？是这尊大号聚九龙千八荒焚尽万物天下第一地火真龙鼎。春雪咬着牙，鼓足勇气喊出了全名，结果小厮转头就对着里面喊，中号丹炉待客2位。我和春雪当场石化，看着小厮脸上得逞的笑意，只觉得被狠狠套路了一把。引路的人带着我们往丹室走，我随口问了句今天怎么这么多人，他笑着解释说这2日正好是天火丹方的炼丹大会，优胜者不仅能拿10万上品灵石的奖金，还能在修士圈扬名，说不定就能撞上大机缘。听到10万上品灵石，我和春雪的眼睛瞬间红了，异口同声地问多少钱？10万上品灵石。引路者又笑着重复了一遍，我和春雪对视一眼，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了2个字，薄了。引路的
人很有眼力见，见我们面露犹豫，也不多劝，把我们带进丹室，简单介绍了使用方法，留下了大会的考核单方，就转身离开。我和春雪先把单方翻来覆去看了个遍，考核用的是灵性通明神丹，3品丹药，能小幅提升服用者的神念速度，说有用也有用，说鸡肋也鸡肋，偏偏单才罕见，炼丹难度不小，正好用来做大会考核。我看完单方，转头问春雪有信心吗？春雪扫了眼单方最后标的丹台成本，小心翼翼地提，反正就600下品灵石，要不就试试。我瞬间挠了头，灵性通明神丹是3品丹药，我连1品炼丹师都算不上，唯一的炼丹经历就是之前在他指点下手忙脚乱炼出的那几枚1品5行精灵丹，就连我那忙得脚不沾地的大师兄炼了7年丹，也才只是个2品炼丹师，3品对我来说简直是天方夜谭。可春雪却一脸认真，如果只是炼我们需要的灵根造化丹，你听我指挥就行，但3品丹药不一样，需要炼丹师对丹材有真正敏锐的细微掌控力，这段时间你练的细流凝思境没白费，我们有搏一搏这10万灵石的机会。他顿了顿，又补充道，代价是尝试过程中我们自己的灵根造化丹产量可能会有损失。我想都没想，直接坚定开口，我学，哪怕没有这次大会奖励，我也总要学的。春雪笑了起来，眼里满是赞许，很好，那就开始吧，让我看看这段时间以来你对于细流凝思境的领悟究竟如何。正式炼制前，春雪的表情罕见的严肃起来，一字一句给我讲清了丹药品级的核心区别。1品丹药只看火候把控，2品丹药的核心是精准配比，必须用真气在炉内临场把控丹材精华的分量，分毫不能差。我只替你把握炉温，剩下的全靠你自己。没问题，我静心凝神，做好了全部准备。丹材入炉，春雪的指令平稳又快速的响起，我跟着她的指引，用锋利如刀的真气一点点剔出丹材精华里多余的部分，死死记住那种用真气精准称量的感觉。第一次炉温失控，丹材烤废了；第二次一心二用，星辰精华直接变质；第3次、第4次，一次又一次的失败，我却越来越冷静，眼神也越来越亮。我很清楚，每浪费一份丹材，就意味着少一颗灵根造化丹，少10几天的修炼时间。天渊魔系巨变，圣地令箭下达，宗门上下人心惶惶，这些压力没有让我乱了方寸，反而让我对真气的把控越来越稳。第5次炼制，站在观察口的春雪猛地脸色一喜，成了！一股清冽的药香瞬间弥漫开来。我看着炉子里那枚小指甲盖大小、泛着淡淡水清光的灵根造化丹，心脏狂跳，1颗、2颗、3颗，等到所有丹材耗尽，我一共炼出了31枚灵丹，只失败了6次。到了后面，就连炉温我都能自己稳稳把控，再也不需要他的半点指点。我全身一软，瘫坐在地上，看着摆成一排的玉品，喃喃道：“这些都是我自己炼出来的，恭喜！”春雪站在一旁，语气里满是诚挚的祝贺。我抬头问他：“我这样算是2品炼丹师了吗？掌握的丹方数量还不够，但毋庸置疑，你已经有了这个能力。大师兄从学徒到2品炼丹师用了7年，而我从一窍不通到拥有2品炼丹师的实力，只用了38次炼制。”春雪看着我，一字一句道：“灵根从来都不是衡量一个炼丹师能力的根本。林坚，你是一个天生的炼丹天才。”我哈哈一笑，搓了搓手，双眼发亮。可是我更喜欢剑。现在我们有可能炼出3品的灵性通明神丹了吗？春雪挑眉一笑，不妨一试。我们离开炼丹室的时候，外面天已经全黑了。一大早从宗门出来，没想到炼完丹，时间已经过去了这么久。再不回去，不仅赶不上明早的早课，连今日的剑术修行都要耽误了。我急着赶回去，先去登记处买了一份灵性通明神丹的丹材，对着需要登记的资料犯了难，留真实信息，我怕被人开盒，不留，万一真中了奖，10万上品灵石可就飞了。想了半天，我瞥了眼身边乐呵呵的春雪，在登记册上写下了一个假名：正阳宗18岁恶毒后妈。真中奖了，就让剑仙大人去领，我只当个人畜无害、一无所知的普通弟子。交了成单，从登记处出来，春雪突然眼神一凛，拉着我的手就钻进了集市的人群里。等我们甩掉身后的人，我才回头看到一个金丹期的老者带着徒弟，正因为跟丢了我们，气得脸色铁青。后来我才知道，这老者是来寻能为自家公主炼丹的人，专盯那些只买一份丹材就能炼出成丹的炼丹师。我刚好入了他的眼，却被春雪一眼识破，直接甩得没影了。被春雪拉着一路跑出集市，我喘着粗气吐槽：女人果然都是爱逛街的。这一路，她胡七胡八买的东西塞满了一整个储物袋，我好不容易攒下的零食又花出去了大半。我擦了擦汗，蹲下身子，弯下腰，上来吧。没有修为的春雪根本跟不上开启神行术的我，丹药已经到手，我已经急不可耐，要回去体验那10倍速修炼的滋味了。回到小院，我立刻服下了1枚灵根造化丹，不同于上次5行精灵丹那种触及灵魂的撕裂剧痛，这一次只觉得有什么东西在体内缓缓搅动，全身上下的每一个毛孔都舒畅地舒展开来，自由地呼吸着天地间的灵气。改造完成的瞬间，天地间的灵气像是见了光的飞虫，丝丝缕缕地向着我的身体汇聚而来。哪怕我不主动修炼，灵气也会自主钻入体内，缓缓化作自身的真气。而当我运起功法主动吐纳，整个人瞬间成了风暴的中心，狂暴又温和的灵气化作龙卷，对准我这个源头汹涌灌入。以往修炼，我的真气是一点一点往上涨，而现在直接是30、40地跳，完成一整个大周天吐纳的我，兴奋地睁开双眼，丹田处鼓鼓涨涨，像是随时都要突破一般。春雪撅着嘴，满脸傲娇：“本大人说送你一场造化，便是一场造化，区区10倍算什么？只可惜这片天地的灵气不足，不然说不定你今夜就能突破筑基。”我也略显叹息，难怪所有人都挤破头想要洞天福地，修仙4
要素，财履法地，财永远在第一位。眼下洞天福地强求不来，我只能屏气凝神，再次沉入吐纳修炼之中。睡觉？睡个屁！修为突飞猛进的快感，一旦沾上就根本停不下来。不趁着造化丹生效的时间猛猛修炼，难道要等药效过了再追悔莫及？直到天快亮，我才停下修炼，拿起长剑，开始了今日的1000次剑术练习。可随着一道金光剑出手，我直接愣在了原地，剑气的威力竟然小了这么多。别说比不上服下5行精灵丹的时候，就连和我正常状态相比，都差了不止1星半点。寸许的金芒在指尖吞吐，厚重却不锋锐，别说伤人，能射出体外1尺都费劲。春雪无辜地摊了摊手，世界上哪有那么多两全其美的好事？我瞬间就想通了其中的关键，极致的精灵根，杀伤天下第一，吸收灵气的效率却低得可怜。先天西灵圣体海纳百川，可没了5行天象，自然也就没了那份无坚不摧的锋芒。想通了，我也就不纠结了，大不了在服用灵根造化丹的期间避免战斗就是，反正我缩在宗门里，也没人能强行逼着我出手。接下来的日子过得安逸又令人疯狂，我每天除了闭关修炼，就是去帮麻师姐打理灵田，在种植自己所需丹材的同时，也帮着她打理大规模的种植订单。丹田内的真气一天比一天充盈，我向着筑基之境步步靠近。只有每日去聚灵广场上早课的同门渐渐觉得不对劲了，怎么感觉最近聚灵广场上的灵气浓度变低了？你也这么觉得？我也是，总觉得有人在和我们抢灵气。马上就要4宗大比了，我们难道就要以这种状态去迎战？要我说，那些影响同门修炼的蛀虫就该早早清理出去。这些含沙射影的风言风语传到我这个正主耳朵里，连皮都破不了。我依旧乐乐呵呵地穿过人群，离开灵气已然消退的聚灵广场，回了自己的小院。5天时间转瞬即逝，这日我丹田内的真气彻底充盈，直冲天门，周身经脉尽数通畅。我缓缓从修炼状态中睁开双眼，眸中金光一闪，该筑基了。我一开始是打算找自己师傅的，可惜找了一圈没找着，问了师姐也没人知道师傅的下落。好在我身边还蹲着一位比我师傅猛得多的女剑仙春雪，我虚心向她求教筑基的事，她看着我，眼里带着笑，早该筑基了。前几日让你买的那几种东西可以拿出来了。我把之前在修士集市被她拉着买的一大袋东西一股脑倒出来，白虎齿、赤血草、青石片、玉石粉末，转眼堆成了一座小山。我随手翻解着归类，随口问这些是干嘛用的？法阵。春雪笑着走上前，筑基需要大量灵气补充，得布置一个临时聚灵法阵，这些就是材料。我立马送上马屁，剑仙大人高瞻远瞩，你来还是我来？他捏着偌大的白虎齿，笑盈盈地问我也能来吗？我满脸惊喜，我来。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，有女剑仙在，我不得多薅点真本事出来。春雪闻言甩了块玉石过来，里面是完整的法阵图谱，又细细给我拆解每一种材料的效用。赤血草为墨，白虎齿为笔，刻出的线条才能沟通天地。青石片做节点，机势引导灵气，玉石粉末稳阵，香灰进灵房走火入魔。我凝神记牢，手里的动作没停，一点点开始刻画法阵。画面一转，正阳宗主殿内，气氛正僵持，宗主正和一众长老商议4宗大比的参赛名单。传功长老踏出一步，展开锦帛，名单瞬间化作金色幕布浮在半空。长老们看着名单上的李清玉、白敬轩等名字纷纷点头，直到有人扫到林间2字，当场爆了粗口。卧槽，林间是谁？传功长老嘴角抽了抽，硬着头皮解释，就是位出世弟子里资历最老的那个，按惯例总得考虑进去。立马有长老皱起眉，这人没听过啊，有那个实力吗？资历最老，我怎么不知道咱们正阳宗有这号人？传功长老咬着牙，越发觉得当初要把这弟子逐出去的决定是对的。正僵持着，大殿外的广场突然传来震天的喧闹声，喊着白敬轩要为民除害了，打倒大师兄大权。宗主轻笑一声，第一个抬步走向大殿门口，刚好也看看这份名单上的弟子实力究竟如何。聚灵广场正中，剑影凌乱，我手里的铁剑挥舞，无数道凌厉剑光四散飞展，向着白敬轩席卷而去。高台上的长老们看着这手纯熟的灵影分光剑，纷纷点头称赞，这弟子是用了功的，剑术竟如此高明。只有传功长老咬着一口老牙，那又怎样？入门8年，连筑基都无法完成，实在是我正阳宗之耻。宗主眯着眼睛看了片刻，轻轻摇头，不至于吧。场中，白敬轩用飞剑挡下所有剑影，小脸严肃地看着我，师兄，你知道的，不入筑基，终归黄土。这些基础剑术练得再纯熟，面对更强的力量，终归是徒劳。话音落，他单手结印，3息过后，一道淡蓝色的真元护体光幕附在体表，我的剑影斩上去，只在光幕上留下淡淡的波纹。这是筑基期修士才能掌握的真元护体，我现在确实还没学，毕竟昨晚刚突破筑基，师傅又找不到人影。筑基后的术法，我一个都没处学去。可看着他足足3息的施法时间，我眼里满是笑意。这么长的时间，足够我杀你3次了，小弟弟。我身形一震，嘴角勾起一抹笑，很简单，我也筑基便是了。话音落，我不再掩饰气息，筑基一层的强横威压瞬间席卷全场，整个聚灵广场霎时死寂。大师兄也筑基了，什么时候的事？角落里的朱旭泰眼神狂热，喃喃自语，我就知道林师兄一直在隐藏修为，好恶毒的装逼之心。白敬轩看着我，眼神复杂，师兄果然也筑基了，可同样是筑基期，亦有差距。他持剑压身，冷喝一声，我这一世气贯长虹，师兄可接好了。话音落，他整个人身化剑光，飞剑在前，法身在后，化作天地间最锋利的利刃，直刺我胸膛而来。我提剑立在原地，任由他蓄力施为，直到剑刃临身的瞬间，我秒开金灵身，同时一剑刺出，道道剑影接连追向剑尖，每一道剑光追上，剑上真气便强1分。10几道剑光过后，普通的铁剑上延伸出数尺金色剑钢，双剑对撞的瞬间，我手里的反铁之剑瞬间崩成漫天碎片。高台上的传功长老立马喊人，
快去救人，总不能死在山上。也有长老恨铁不成钢，都筑基了，还是只会基础剑术吗？可下一秒，变故陡生，白敬轩的气贯长虹撞在我的精灵身上，锋锐到极点的金型劲气瞬间反扑，他整个人被震得倒飞出去。我并指为剑，一道金光剑掠过，削掉了他头顶的道迹，满头青丝瞬间洒落，道袍破碎，露出了底下瘦弱的少女身形。全场再次炸开了锅。白师弟是女的，还叫什么白师弟？该叫白师妹了。白敬轩站在原地，发丝遮住脸，眼里水光隐隐，看着我道：“师兄，你果然还是当年那个一心想御剑除魔的师兄。”我挠了挠头，对方眼神里戏太多，我实在没看懂，转身就走，只留下满场看客大眼瞪小眼。后知后觉的反应过来，林间赢了宗门万年一遇的天灵跟天才白敬轩，之前骂我废物，占着茅坑不拉屎的同门，瞬间变了口风，纷纷夸我深藏不露，还有人喊着要我指点剑术。打赢了架，我心情正好。春雪搓着手凑上来，满眼期待。那我的报酬？对，我立马掏出早就准备好的字条，上面写着筑基成功抵扣900上品灵石，只差最后100就还清了。春雪嘻嘻一笑收了起来，心里早就打好了算盘，等还清最后100，就让我看看他春雪大人真正的实力。吃完午饭，我和春雪赶赴二师姐的灵田，第2次收获快到了。最近我去得很勤，而且这次没再白嫖师姐的东西。驱动灵田的灵石，买种子的钱全是我自己出的。小金库虽然又空了，但我一点都不心疼。比起买飞剑，现在提升自身硬实力才是王道。只是我依旧发愁，师傅到底跑哪去了？我都筑基了，连个新术法都没触学。走在宗门里，春雪好奇的四处打量，这些天宗门里怎么越来越热闹了？我左右看了看，路上全是从外面回来的出师师兄师姐，随口解释，4宗大比临近，在外历练的师兄师姐都提前回来了。话音刚落，迎面就压过来一片阴影，一个铁塔般的光头壮汉，古铜色肌肤，浑身虬结的肌肉，隔着几步都能感受到他身上逼人的气息。他盯着我，声如洪钟：“你就是姓林的小子？”我摸不清对方来意，礼貌问道：“师兄，这是？”他大手一伸，从身后滴溜出小鸡崽子似的朱旭泰：“就是你欺负我师弟的。”朱旭泰连忙陪笑：“不是我要找大师兄麻烦的，是我师兄说想一睹大师兄的风采。”我眯了眯眼，还没等开口，对方就冷笑着道：“既然你这么喜欢约斗，那我们也约一场。你输了就和我师弟一样，天天蛙跳喊口号。”好啊，我一口应下。就这么着，我在广场上被一群师兄师姐围了起来，挑战者一波接一波，从最开始的武力挑衅，到后来的人身攻击，我半点没在怕的。站在广场中央，我一个人舌战群儒，放倒一个就送去和朱旭泰一起蛙跳，肉体和精神双重打击，直接给他们整得明明白白，踩在刚放倒的对手背上。我指着四方喊：“还有人没有？”没人，我赶着去收菜了。围观的人瞬间群情激愤，骂我猖狂，可没一个真敢上来的。毕竟都是筑基期，但凡生了金丹，早就去宗门当客卿了，谁还在这看斗蛐蛐？既然都是筑基，我可一点不带怕的。就在这时，一道清亮的女声从人群外传来：“师弟！”一个穿着银白铁甲的女战神挤开人群走了进来，她比我还高出一个头，扎着散乱的马尾，身后背着一柄和人差不多高的铜色大刀，正是我师门的大师姐李清玉。当年她是以当届剑术第1的成绩从体修专业毕业，常年在外历练，每年只回来1-2次，每次见我出手都格外大方。真的是你啊！李清玉看到我，脸上满是惊喜，我也笑着打招呼：“清玉师姐，什么时候回来的？”回来2天了。她目光扫过周遭，嘴角勾起一抹危险的笑：“怎么，师弟这里有麻烦？不麻烦不麻烦。”我连忙摆手：“这么多免费陪练送上门，我正练手练得爽呢。”李清玉却直接拔出身后的大刀，哐的一声砸在地上，冷喝一声：“我师弟有麻烦，尽管和师姐说，我倒要看看谁吃了雄心豹子胆，敢动我师弟。”被他目光扫过的人瞬间缩了脖子，同届的师兄师姐更是直接溜了，谁都惹不起这个混世魔王。据说他现在距离金丹只有1步之遥，真惹毛了，打不过还跑不掉，纯属找罪受。李清玉冷哼一声收了刀，骂了句：“一群废物！”上来就猛地一拍我胸口：“师弟最近混得可以啊，能打的这些人不敢喘气。”师姐别这样，师傅他老人家会生气的。生气？他当然生气，他要是高兴，我现在早就是你师娘了。李清玉一甩头，又问：“对了，最近你看见你师傅没？”我一愣：“没啊，大师姐也没看见。”“没啊，我回来2-3天了，到处都找不着他。问你大师兄他们也不知道。你知道他去哪了不？”“不知道，我也正找他呢。”“那正好，咱们一起去找别人问问。我要去找二师姐种地呢。”“那正好，去找他问。”说着，他目光落在春雪身上，冲我坏笑着挑了挑眉：“小师弟思烦了。”我一脸正色：“一心求道，一心求道，并非求道。”走在路上，李清玉像是想起了什么，忽然压低声音，神神秘秘地问我：“小师弟啊，你一直在宗门里，有没有听说过宗门里有一个18岁的恶毒后妈？”我当场一愣，这个称呼简直耳熟到了骨子里，嘴里下意识就问：“咋了，大师姐？找他有什么事？听说是个炼丹师，想找他帮个忙来着。”炼丹，数日前的记忆瞬间涌上心头，那不是我参加天火丹方炼丹大会随手填的假名吗？难不成我真中了那10万上品灵石的大奖？我的心脏瞬间为那10万上品灵石疯狂跳动起来。我强行平复心绪，稳着声音问：“师姐从哪听到的消息？”山下有一老一少逢人就在打听，说是这恶毒后妈是个炼丹师，水平很高。听到这话，我当场怦然心动，都追到山下来了。看来炼丹大会的主办方是真实诚，我真中了那10万上品灵石的大奖。我在心里飞速过了一遍获奖感言，脚下已经蠢蠢欲动，面上却半点不露，转头问大师姐：“大师姐也要找炼丹师？”“是啊。”提起这事，他一脸愁容：“我在外面商会当护卫，前不久丢了批丹药，商会让我们自己补，全买我没那么多钱，就想找个炼丹师帮忙练一练。对了，林师弟，你有没有认识的厉害炼丹师？大师兄呢？别提那个水货，他烦躁的一摆手，练到今天连3品丹药都搞不定。”
不定，也不知道那老东西教的徒弟怎么都这么差劲。我嘴角抽了抽，隐隐感觉受到了侮辱，没再多说。我心里已经打定主意，先下山看看再说。跟着大师姐到了二师姐的灵田庄园，我火急火燎打理完自己种的灵植，就告假拉着春雪往山下跑，一路飞奔。我仿佛已经看到10万奖金在向我招手。山门前，大师姐说的一老一少果然在，正围着守山弟子套近乎，态度卑微的不行。我平复了下气息，单手负背，迈着四方步慢悠悠往外走，心里疯狂默念：别露馅啊，老爷爷，财不露白。那老者看到我，眼睛瞬间亮了，跟守山弟子敷衍了2句，就快步追了上来。后妈请留步，后妈留步，后妈。周围瞬间投来异样的目光，我只想加速逃离。18岁恶毒后妈，老者急了，直接喊出了全名。在的在的。我猛地一个急停，把他带到了山路转角的犄角旮旯，生怕奖金飞了，可算找着您了。老者一把拉住我的手，声泪俱下，我反手就伸了手，拿来吧。老者当场愣住，太急了吧，时间就是生命啊，老哥，做事讲究点效率。我心里还在琢磨颁奖仪式，只想赶紧把钱拿到手。太对了，兄弟，太对了。老者握着我的手更紧了，那就麻烦兄弟和我们走一遭了，再不去救命，公主就要完了。我俩同时愣住，不是，等等，救命，颁奖。我沉着脸，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老者也懵了，小心打量着我，找炼丹师一般不都是为了救命吗？我转身就走，没空，我才练了38次丹，哪来的本事就什么魔气入体的公主？仙师。老者一把抱住我的大腿，哇哇大叫，我真的很需要您的帮助，求您了。我急得猛踹，却半点用都没有，这可是个金丹修士，钱我们能出钱。老者福临心智，突然大喊，我的挣扎瞬间放缓，多少钱？倾国之力。老者猛地咬牙，成交。我一把把他从地上扶起来，满脸关切的给他拍灰，没事吧没事吧，有没有哪里摔到了？老者顾不得狼狈，只想拉着我赶紧走。我一边问情况，一边给不远处的春雪递了个眼色。老者犹豫了半天，才咬牙说出公主是魔气入体，还让我起誓绝不外传。我当场发誓，放心，我嘴巴修仙界第一严。等他说完，我立马拉过春雪，小声嘀咕，这事靠谱吗？春雪捏着下巴，眼神狐疑的看向老者，看情况，侵扰不太深的话确实就得回来，就是不知道你们这的丹方会不会和你大师兄一样都是水货。我心里瞬间有底了，大步走回老者面前，没问题，但我只按你们的丹方照练，如果是丹方本身不行，到时候可不能怪我。老者当场就快哭了，连连点头，说就算没成，也照样付半数报酬，绝无半句怨言。我当即决定先回宗门一趟，跟二师姐说一声，最重要的是收菜，我种的丹材马上要收获了，这一走不知道多久，可不能让菜烂在地里，而且去炼丹，对方肯定提供设备，我正好能偷摸练点自己的丹药。血赚。回到灵田庄园，我冲着二师姐大喊，快快快，师姐帮我加速一下。麻师姐猛地从田里跳起来，发生什么了这么急？下山除魔，懂不懂？倾国之力的含金量啊！师姐帮我加速收菜，回来以后我养你。师姐一听这话，瞬间激动了，立马抛下手里的活过来帮忙加速收割，一直忙到天黑，我才把所有丹材收完，产量比上次翻了1倍还多，根本吃不完。我走了，我风风火火的往外跑，去的是凡人王国宝琉璃。如果我半个月还没回来，师姐记得捞我馍。坐上对方准备好的非洲，我才终于有空细问情况。我问他要丹方，提前研究提高成功率，结果老者一脸讨好又尴尬的笑了。炼丹师大人，实在不是我不想给您看，只是这丹方他也不在我手里啊。我当场愣住，他这才说丹方在王都附近的明光寺手里，寺里没有能炼丹的人，又怕丹方被心术不正的人抢了，必须见到炼丹师本人才肯给丹方。他还说丹方的原材料极其罕见，我顶多只有1、2次练手机会，这也是他看到我只买1份丹材就练出3品丹，才死缠烂打找我的原因。我了然地点点头，倒也说得过去，没再多想。我回了自己的私密仓室，磕下灵根造化丹，开始打坐修炼。出门在外，修为可不能落下。春雪则趴在窗边，兴致勃勃地看着外面的风景，满眼好奇。非洲飞了整整1天，晨曦中，我们终于到了保琉璃国的王都。老者本想直接带我去明光寺，我却拦住了他。你们出门这么久，不需要先回去看看你们公主情况吗？万一已经嘎了呢？我初来乍到，肯定要先看正主情况。与其信什么野鸡宗门的丹方，不如信我身边这位女剑仙的眼力。跟在老者身后的小厮瞬间来劲了，一拍手，师傅大人说的有道理啊！万一公主已经死了，那我们不是白去找那群秃驴了吗？老者一巴掌扇在他头上，骂了句唯恐天下不乱，转头又满脸讨好的冲我笑，带我进了王宫。王宫内院，国王和王后早就等得团团转，一看到我，立马大步迎了上来。我还没看清他们的脸，就听到国王带着哭腔的声音：炼丹师大人，请您一定要救救我的女儿啊！我们就她这么一个女儿，她要是死了，她娘肯定要哭死，她娘哭死我也活不成了，我活不成国家就乱了，到时候百万子民家破人亡，我人都傻了。这还没开始呢，先给我把道德绑架拉满了。好在王后把情绪激动的国王拉到了一边，我才终于得以走到床边查看公主的情况。白玉床上躺着个28年华的少女，气息恬静，面门上贴着张画满符印的符箓，魔气就藏在她的识海里。以我筑基1层的眼力，半点异常都看不出来，也不敢贸然用灵石探查，免得被魔气侵染。我当即树阴成线，问身边的春雪怎么样。春雪轻轻摇头，不算严重，应该就得回来。听到这话，我豁然起身，转头看向国师，走吧，去求丹方。国师眼睛瞬间亮了，就在等我这句话，我们策马赶往城东的明光寺。寺外红枫漫天，门口的小沙弥连忙迎了上来，拦住了我们的马。寺院清修之地，还请各位施主莫要策马疾行。小和尚声音温和，眼神却无比坚定，单薄的身躯拦在高头大马前，半点不退缩，身上只有炼气7的修为。我越过他，看到了身后慈眉善目的普善大师。国师连忙翻身下马，说明来意。普善大师笑着引我们入寺，目光在我和春雪身上稍稍停留了片刻，一路往里走。寺里的僧人不多，修为大多都在炼气
期，只有一个筑基期的武僧，看着稍有煞气。很快就到了大殿，普善大师笑着说：“方丈就在里面，只让我和春雪进去。”国师和他徒弟在外面等。我冲国师安抚的笑了笑，抬脚踏入了大殿。大殿里光线昏暗，一位身穿金红袈裟的老和尚背对我们，端坐在蒲团上。方丈大师，我主动双手合十，打了个招呼，坐。老和尚转过身来，清癯的脸庞，长眉挂耳，看着慈眉善目，可一看到我，表情当场就绷不住了。筑基，他可是元婴期的高手，一眼就看穿了我的修为。筑基一层，炼3品丹，显然超出了他的认知。春雪站在我身边，巍然不动，心里已经兴奋坏了，就等着老和尚出言侮辱，然后上演莫欺少年穷的打脸名场面。结果老和尚一声长叹：“英雄出少年啊！听到与魔有关，还愿意仗义出手，实在让人佩服。”春雪，老和尚接着说：“丹方可以给我们，但有一味要义，必须得见到炼丹师才能取，那就是诱公主入魔的魔物身上的一缕本源魔气。”我当场愣住，可是致使公主入魔的魔物，至今没人知晓，他本人知晓。老和尚看着我，脸上依旧是温和的笑。老衲愿望，我和春雪守在公主闺房外，等着老和尚进去探查公主的记忆，找魔物的下落。我俩终于有了独处的机会。我小声问他：“你们那救人也是这么救的？”春雪眼神复杂的摇了摇头：“自然不是。”他跟我说，正常驱魔有专门的5品化魔3神丹，根本不需要用魔物本源魔气当药引。老和尚这么做，等于是深入魔气核心，自己必然会被侵染。我人都麻了，这老和尚也太相信我了吧？我才筑基1层啊！就在我胡思乱想之际，深红色的大门猛地被推开，老和尚身形枯瘦的站在门口，面色已经微微泛黑。凌天大街113号贾府，走！我带头转身就走，想拉上国师和寺里的武僧一起，结果一拉之下，纹丝不动。普善大师一脸尴尬的笑：“贫僧不善争斗。”我人傻了，不善炼丹，也不善争斗，你们明光寺到底是靠什么活到现在的？门内，老和尚强压着魔气的声音传了出来：“施主，非是我等不愿尽力，只是实在力有不逮。速去！魔气在我身上效力更甚，你们只有6个时辰时间。”说完，大门猛地合上，只留下最后一句叮嘱。我深吸一口气，目光扫向一旁的国师，语气危险：“你也不善争斗。”国师当场就怂了，可一想到公主要是死了，自己的国师饭碗也保不住，只能咬牙骂了句脏话：“我和你一起。”赶往贾府的路上，我飞速回忆着关于魔物的知识。魔物大多起于天渊，真身根本不可能偷渡过来，顶多是靠附体，要么是趁虚而入占了意念薄弱的人，要么是被人的强烈欲念引来，慢慢腐化附体。不管是哪种，没有真身的魔物，实力都不会强到哪去。更何况我身边还有个金丹期的国师。我转头问国师：“国师，你都会些什么？”掌心雷。国师答得飞快。我点点头。还有呢？左手掌心雷，我可以2道掌心雷一起发。我人直接疯了，这修仙界到底能不能有个好人啊？小妖不言，只是一味用沉默代表反抗。我叹了口气，问出最后一个问题：杀过人没？小妖眼瞳一动，咧嘴冲我露出癫狂嗜血的笑，扯着破锣嗓子嘶吼着要我们全都死。邪异的笑声在小院里荡开，国师和他徒弟当场起了一身鸡皮疙瘩。我可不惯着他，抬手一巴掌直接给他扇闭了嘴。他还不服，梗着脖子小声放狠话。我反手又是一巴掌，直接给他扇得脑瓜子嗡嗡的，眼眶通红挂着泪，看我的眼神又怨毒又可怜。我没管他，起身看向国师，让他带人在这看着小妖。我要去一趟贾府，这小妖绝不是幕后主使。国师正纠结着要不要表忠心，又怕跟着去冒险。一阵阴恻恻的怪笑突然打破了僵局。结，无知修士竟敢对我等圣灵大王出手，真是不知死活。风来，小院里瞬间狂风大作，这风直钻灵石，像是要把人的魂都扯出来。